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有哪些呢？上一期节目咱们说过，陈胜被自己的车夫给杀害了，最终导致了起义失败。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。陈胜的失败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、个人原因以及大环境的因素。那本集我们就来逐一分析一下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，或者叫做战略思想。无数的农民起义，一开始的口号或者叫做行动纲领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无非是苟富贵、勿相忘、有田耕、打造太平盛世等等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口号或行动纲领一开始是很有诱惑力的，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来起义的。可是事物是在不断变化中的，当陈胜打下了一定的地盘之后，往往就需要新的行动纲领来支撑了，比如解放劳苦大众、人人平等等等。但是这些农民企业的领导者一般都是没有什么战略思想的，往前走一步看一步，那不提出新的战略思想的话，这些士兵们往往就会迷茫踌躇，不知为何而战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往往起义的领导者们都是皇权模式下的产物。大家一定听过这么一句话，曾经我们是死要反对的人，结果到后来我们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。这句话适用于古代所有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，不管是陈胜吴广也好，洪秀全杨秀清也罢，不管他们一开始提出了什么口号，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打天下，是为了做天下享福而已。那么在这样的核心思想指导之下，就会产生很多无解的问题，比如内部一定会不和，因为天下只能一个人做；还有内部一定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公的闹剧，因为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起义军的领导者们也一定会铲除异己，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绝对的领导权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口号与实际之间的距离，让起者内部产生了严重的背离感。一般农民起义之初，喊出的口号都是很吸引人的，多数都是为了群众一起过上好日子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季军不断地占领一些富裕地区，现实发生的事情和口号就产生严重的背离感了。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，随便举几个。例如陈胜自己打下了一定的地盘之后，就开始称王了，生活用度就开始无限的奢华起来。后来的洪秀全更是这样，让别人要尽欲望，男女分开住等等，而自己却搞起了三宫六院。当记者的领导们开始享福，开始堕落的时候，这支军队基本上就离失败不远了。在这样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之下，基层的士兵们就会失去归属感，失去对领导的认同感。他们一定会深深地感到，以前的口号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忽悠我们而已。打天下之后，坐享其成的永远只是少数人。士兵们会发出一个巨大而无解的疑问：我们基层士兵辛辛苦苦的卖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农民共同的特点是善良淳朴，没有文化，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规划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有口饭吃是最大梦想。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共苦成功之后，人性的弱点便会爆发出来。所以农民起军的领袖在获得一定的成功之后，就会开始贪图享乐，意志消沉。我国后来的农民起军的领袖，结局大多和陈胜吴广一样，最终都死在了半路上。对于这种现象，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术语，叫做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